你要真这么不放心，多派些人去接他不就行了？我是担心这入京前的最后一夜，是最关键的一夜。我只是在推算，平津他们会选择在哪里宿营？在哪儿？这儿，启竹溪。你是说启竹溪？没错，附近没有留宿之处，我们今天晚上必须要露营。咱们共有400精兵，敌人如果想行动，绝不敢强攻，只能偷袭。我建议，咱们在启竹溪的东谷结营，这里两面都是悬崖，只需要专心守住东西两侧，绝对会做到万无一失。我赞同。400精兵集中防备两面，即便有狼牙高手为先锋，也无法带人突破。我不是很懂这些。平津呢？你不赞同吗？啊，不是。这地方选得很好，我就是觉得，这么一来回京之前，恐怕就抓不到段同舟了，心里有点不舒服。二公子，咱们先保证人证入京最为重要。只要端掉了幕后的大人物，像段同舟这样的打手，迟早是逃不掉的。季将军说的是，总得分个先后主次。那我们现在立刻出发。这一带山水风光是金陵周边最好的，可惜现在没心情。等事情忙完了，我带你去看几个常人不知道的好地方。多谢好意，我只是陪程大夫他们进京的，待不了几天就会走。为什么？我记得济丰堂在京城里面有一家很大的店面，你不用去照看吗？师父想必也一路护送世子进了京，他老人家自会照管。林姑娘。很快就要到京城了，张大人真的不打算开口说话吗？他说不说话都死定了，也不知道这么护着幕后的人会有什么好处。是啊，他嘴咬得这么紧，能得什么好处呢？二公子，别说。别说，我先守着，你去歇歇吧。
么会这样？怎么样，二公子也没有想到吧？说句实话，我想到了。二公子是何时把人移开的？连我都不知道。就在我想通他为什么要先杀钱彩玲的时候，你想通了？能招认出京城里那个名字的，只有张府尹和钱参岭2个人。云姐告诉我，钱参岭孤身一人在大同府，并无家眷。这样的人，一旦发现自己反正要死，只怕没有什么办法能逼他护着幕后的人。所以那唯一的机会，你选择了先杀钱参岭，而把尚有妻儿弱点的张府尹留给你的同伴来处理。同伴？他的同伴是谁？我说的对吗，季将军？我自认为行事并无破绽，二公子是因何对我起的疑心呢？我一开始对你真的完全没有疑心，只是觉得有些事情我想不明白。但当我把所有事情想明白了之后，矛头自然就指向你了。
不知道，二公子不会不知道吧？刚刚才想明白，我本也不知道你这么配合段同舟为的是什么，但刚刚缘起那句“远在齐州”，让我终于想明白了。为什么？你看清楚了，这周边全都是我多年带出来的心腹，今天一个也别想逃。段先生，动手！段先生，动手！我想，段先生应该反应过来了，对吧？
长林军奉陛下指令，捉拿单柳营参将季琛。有敢随之顽抗者，以负逆罪论处。冰晶，还好吧？有劳大嫂动问，除了被人当傻子一样摆弄了那么久之外，我还挺好的。见过世子妃，情形还真是惊险，多亏世子妃前来相助。可是缘起有一事不明，京城是怎么知道这里出事，还赶来得如此及时的？缘起，你还没明白吗？这事儿从头到尾全都是那个老狐狸，都是我老爹摆弄的。天下如此之大，他为什么特意选了齐州单柳营呢？世子妃，仁叔，甘南一线并未失守，季琛他其实什么都还没有做，他自知有罪，心中惶恐，那是他的事。但从父王和大哥的立场来看，倒也不能妄下结论，对吧，袁叔？是啊，都是军中之人，冤枉了谁都不好。老王爷当时也是考虑了许久。虽然想起来让人难过，但是嫌疑最大的就是单柳营的季琛。此人有能力，也有雄心。我一直在暗中品察他，希望将来能堪当大任。无论有多大把握，推演终究不是事实。万一我们错了，岂不是毁了一个人的前程和性命吗？那就给他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吧。老王爷是真心希望能谨慎行事，不要轻下结论，所以他就找了个刚好路过看着合适的借口，让袁术你拿着手令去了单柳营是吧？其实这个主意主要还是……这倒真是个好主意。季琛若是无辜，他不过是领了个差事，送咱们入京走了一趟而已。可他若是身在其中，那来往谋合必然就会留下痕迹，他自然会害怕。他本来就算再害怕，那也是鞭长莫及。结果喜从天降，我父王竟然真给他机会，把我、缘起、人证物证全部包在一起交给了他。他要是真能忍住不出手，那才真是个人物。看来二公子心里很明白嘛，那还怄什么气呀？你们要给季琛下套，我没意见。你瞒着我算什么意思啊？并没有瞒着你啊，当时二公子早就走了，这种事又不好书信联络，所以当时不好联络。可你来了之后也没对我说实话呀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，他就是想趁机历练我，想看我究竟能应对到哪一步。你说我老爹这心也真大呀，他也不怕我哪一步没想通把事情给办砸了。下次我非办砸一次给他看看。哎，二公子走。哎，二公子，哎，哎呀，你说这二公子，为什么总觉得这一切都是老王爷一手安排的？这明明全是世子爷的主意嘛！谁让老王爷一向严厉呢？不像他哥那么会哄人。我听母亲说，平金刚会走路的时候被他哥哄的，经常研墨铺纸呢。看见没有？这都是我那老爹干的好事儿。早就想问你了，这姑娘是谁啊？牢车里的可就是我了。你说我冤不冤？快点啊！周管家，这些放哪儿？这些拿去书房啊！是。周管家，二公子这次回来会不会常住些日子啊？怎么着也得住到过年了吧？来，往里面搁啊！
世子，世子妃，还在说呢？半刻没停。二公子就等着世子您来救他呢。为父虽说不指望你稳重周全，但行事也该有个章法吧？我听说你在大同府，步步都是剑走偏锋，任性胡闹。若不是你还算有一些小聪明，运气也不错，今日难说会被你闹成何种局面。父王，平章啊，不好生躺着，还劳作筋骨。有小雪这么管着，大夫若是不许，孩儿根本就出不了这个院门。哟，平津怎么一回来就在这跪着？昨个父王不是还乐呵呵地跟我使劲夸他，说他这趟差事办得实在是很好吗？这差事办得还不错。大同府引入了大理寺，这招供，也就是这1、2天的事儿。若一味的夸奖于你，有何益处？许多不妥之处，若不加以提点，你自己是不知道的。爹，不是我顶嘴啊，这么半天您真是半句夸奖都没有，全是提点了。好了，快起来吧。谢大哥。快去歇着吧，晚上到我的院子里吃饭。大同府的事情，我还要再听你详详细细的说一遍呢。那说好了，大嫂下厨。好。你这孩子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孩儿久游未归，有劳母亲牵挂了。你若真的知道母亲牵挂，就不会去做那些让人心惊的事情。母亲，咱们孤儿寡母的，明哲保身就好。那些朝中争争斗斗，与你有何相干？母亲的教诲，孩儿本不该反驳。但既然身为宗室儿郎，怎么能说是全不相干呢？缘起，你虽是皇室宗亲，但你比不得他人，尤其比不得长林王府家的公子们。有些事情，人家能做，你就不见得能做。无论如何，你且记得，咱们莱阳侯府在这京城中，让别人忘记，就是最好的。好，孩儿知道错了，以后一定听母亲的话。母亲，您不要伤心了。您慢走，哎，谢谢。真是辛苦了，姑娘。师傅说了，你大约回来的时日，大家可都盼着呢。来，我们到后面去吧。听老堂主说了大同府的事之后，您是不知道，我这心就一直悬着呢。姑娘，这一路都还好吧？还好，还是咱们自己家舒服。是啊，小心，还是家里好啊。只可惜程大夫是人证，只能待在廷尉府，不能跟咱们一起回来。没关系，这个案子圣上亲自督办的，应该也查不了太久。请当心脚下。杜大夫，师傅呢？姑娘不知道吗？师傅2天前就走了。走了？不仅师傅走了，他还把徐大哥也带走了。我跟师傅说，这京城分号我一个人可压不住。他安慰说不要紧，姑娘就快到了，自然由您主理。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天天盼着您呢。你是说师父命我留下来照管京城分号？可不是嘛，师父还说，长林世子一路回京，伤情小有反复，他既是您的病人，还是由您接受回诊。廷尉府奉命来请宋福宋大人接受大同府陈川一案的调查，还请宋大人配合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装什么装呢？哼，过来吧。谢父皇。父皇，听说平津哥哥回京了，他怎么不来看我呢？你是不是惦记着他来了好陪你玩耍呀？哼，等等吧，他这次回来有很多正事要办，且得忙几天才能得空的。你的字练得怎么样了？前几日太傅夸我的字很好呢。是吗？给朕写一个。大哥，你在养病，根本不知道老爹他有多过分。袁叔这一路上小心的护卫着仁政，明显是心里有数的，可偏偏半个字也不肯提前告诉我。你说，他敢这么做，不是老爹给了他指令，还能是谁啊？但是到最后，一切都没瞒过你的眼睛，这种感觉不是也挺好吗？我真的是到了最后才反应过来的。这一路上我紧张的脑子都没有停过，吃不好睡不好，一有什么东西就惊醒，每天都怕漏掉什么细节，会出什么乱子。可他老人家倒好，早把大局握于手中，不过是存心利用罢了。啊，对了，大哥你看，就这2天，我白头发都熬出来好几根儿，人也瘦了，还真是我亲爹。你是真的瘦了，所以我特意让你大嫂多给你做几道菜，趁着在家多补补。父王那边，我要是找到合适的机会，也帮你多劝劝他，让他不要再把你当做小孩子调教。还是大哥你对我好。哎，不过大嫂，您这手艺可真是没得说，我每年总忍不住回来想住些日子，就是舍不得大嫂你这口吃的。当然，还是因为想念大哥。多吃点。我最想念的还是父王啊！别在那装乖巧了，这一定是周管家在巡夜呢。这个时辰，父王是不会过来的。
宋福和季琛下狱之后，由廷尉府负责隔离查办，明日正式出审。父王认为长林府应该避嫌，不管是明里暗里，半句也不肯多问。也不知道他们能审出些什么来。父王就是这脾气，早就猜到了。大哥，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去问问。没事。大哥，你这伤好的这么慢，根本不让人放心啊！你说这老堂主也真是的，居然丢下你自己走了。好在林夕跟我一起回了京城，明天我请她过来看看。人家是林姑娘，怎么能随意叫人家姑娘的闺名呢？你还嫌把人家得罪的不够啊？两个人好的不学，学的这么轻浮。哎，我对人家林夕姑娘不知道有多尊重呢，可不像大哥你，蒙家姐姐，被收养在母亲身边，14岁你就去求陛下赐婚了，还好意思说我轻浮？没大没小。宋福是2品大员，位列朝堂10几年，朕竟然没看出他是这样的人，真是识人不明啊！宋福在朝颇有政绩，陛下用他，便不算是用错了。这些个阴晦心思，有谁能敢说一定能看得透呢？可终归还是因为朕这些年的经历有些不足。王兄在前方浴血，朕却不能将后方照应周全。无论历朝历代，有些宵小之徒在所难免。陛下非要这么说，反倒让臣心中不安了。这陛下的咳嗽，不是说好多了吗？皇后引荐濮阳上师为朕调理的这几年确实好多了，只是近来有些神思郁结，略见复发。不管发生什么大事，龙体安康最为紧要。此案自有廷尉府处理，等案报出来后，陛下看看就是，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好，贤弟驾崩之后，也就只有王兄敢这么管着朕了。陛下言重了，臣有几个胆子？你就是管了。接到娘娘从宫中传来的口谕，臣半日不敢稍歇，现已准备好了祭炉、长明盏和特制灯油，待时辰一到，方能起坛，请娘娘放心。如此仓促，辛苦上师了。不敢，也是臣的疏漏。臣早该提醒娘娘，陛下对长林府的重视不亚于东宫，自然会计较娘娘作为后宫之主的态度。这些年，许多事情，本宫皆有赖上师提醒。日后，怕是更要你多费心了。臣当效犬马之劳。娘娘，此次长林2公子回京，掀起的可是一场大案。荀老太师在朝中的门生故旧众多，希望不要有太多的人牵扯进来才好。宋福一案干系重大，陛下深为关切，故而微臣奉旨以来，日夜未敢稍歇。现大致案情已初步查清，只是其间尚有些矛盾之处，仍需详查细审，暂时不能结案。有何矛盾之处？说来朕听听。大同府沉船案一事，人证物证确凿，宋福已全部招供，
但与季琛合谋掠夺军功之事，他却一直不肯承认。那季琛的供词呢？季琛供认，联合掠夺军功的图谋，皆由宋福主动提起，并派府中一位师爷联络，其间往来都有宋福、李丹为证。你可曾让二人当面对质啊？微臣打算先提审那位居中联络的秦师爷，待心中大致有数之后，再让二人对质。哼哼，依朕看来，这个宋福自知已是死罪，他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朕不相信他在这个朝野间没有别的同谋。哼，君爱卿，长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，变成战火万里冰雪望。人间多邦，月竹门宫墙，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远去天涯，携手再无思量，烈酒当饮。